2024年12月28日，赵薇消失3年后突然登上热搜，但不是复出拍戏，而是官宣离婚。而更诡异的是，赵薇曾经的小燕子，那个叱咤影视圈的大明星，如今居然连14000块人民币的债务都还不起了。对，你没听错，14000人民币。更离谱的是，他居然还被法院强制执行。这还没完，他和那个资本猎手神秘富商黄有龙正式分道扬镳。这一对曾经的商业神雕侠侣，曾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，一度登上了福布斯的富豪排行榜。而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的前夫，那个曾经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黄有龙，早已销声匿迹。1976年，黄有龙出生在湖南邵东县奢田桥镇龙塘村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。从小性格内向，话不多，成绩也一般，简直就是小说里那种籍籍无名的小角色。但是奇怪的是，2009年以前，他的经历几乎是一片空白。1993年，17岁的黄有龙南下深圳打拼。同一年，湖南老乡许宗衡也来到了深圳，后来成为市长。据传，黄有龙靠着这个关系成为了许宗衡的专职司机，从此直步青云。你没听错，一个司机居然成了亿万富豪。而许宗衡是谁？他是深圳地产时代的核心人物。2005年升任市长后，大规模推动土地出让，手握无数项目资源。而黄有龙正是在这一时期突然暴富。2001年，25岁的黄有龙豪掷234万，在深圳黄金地段买下一处豪宅。而在这之前，他的职业履历极其模糊，唯一能查到的就是他曾在深圳中航康艺娱乐公司工作，这家公司主营夜总会、KTV 演艺生意。这时候，黄有龙开始否认自己是司机，在社交平台怒斥说：“我从没有做过任何人的司机。”但问题来了，他的钱到底从哪儿来的？没人能说得清。Gert, where did you get it? 2008年，黄有龙已经混成了神秘富商。就在同一年，黄有龙的生活迎来了转折点，他不但入籍新加坡，还他遇到了赵薇。那么是谁撮合了这段婚姻呢？一种说法就是气功大师王林做的媒，但不管是谁牵的线，从这一刻起，黄有龙不再是幕后玩家，而是堂堂正正走到台前，成为资本市场新贵。据《纽约时报》报道，黄有龙在新加坡与一名美国人做生意，而这个美国人后来因非法向伊朗出口航空设备，在美国被捕入狱。黄有龙还成为了一名中国赌场大亨的商业伙伴，而这名大亨目前在逃中。兄弟们，能和非法军火交易商、赌场大亨有交集的人是什么背景？大家自己品。时间来到2014年，黄有龙和马云关系突然变得非常密切。马云不但和黄有龙一起参加了黄父的80岁寿宴，还在庆祝活动上唱歌。同年，阿里巴巴收购了文化中国，并更名为阿里影业。黄有龙和赵薇砸4亿美元收购阿里影业股份。2015年4月，阿里影业股价暴涨，4个月回报率高达 144%， 套现7500万美元。然而拐点来得非常快。2016年，赵薇、黄有龙的龙威传媒计划30.6亿收购万家文化，成为第一大股东，但他们的自有资金只有6000万，杠杆比例高达51倍。结果融资失败，收购案崩盘，股价剧烈波动，股民损失惨重。最终证监会做了一个神奇的处罚，赵薇和黄有龙仅被罚30万元。2018年到2023年禁止进入证券市场，然而股民却损失至少数亿元。fuck。
2020年，蚂蚁集团计划上市，融资5000亿美元，吸引了3.4万亿人民币认购，但就在上市前48小时 ，IPO 被叫停。然而，赵薇竟然也涉足其中。赵薇通过母亲的名义投资云峰基金，进而投资蚂蚁集团。随着马云的外滩金融峰会讲话惹怒了监管层，蚂蚁 IPO 被叫停。随后到2021年，赵薇被全面封杀，黄有龙也销声匿迹。Nice。然而，朋友们，这场资本游戏真的只有这么简单吗？黄有龙是如何和马云走得这么近？黄有龙和赵薇砸4亿美元收购阿里影业股份的钱是哪儿来的？赵薇、黄有龙的龙威传媒计划6000万收购30.6亿的万家文化的勇气是哪儿来的？这背后都隐藏着另一个人，他就是肖建华。